台是什么？坦克。啊，为什么会在水里呀？作为昔日战场，金门曾部署10万大军，地下防御工事遍布，且从1949年到1992年都是处于戒严状态，比台湾岛的戒严时间还长了5年。这一代金门当地人回忆起他们的童年，没有无忧无虑的玩耍，他们童年生活的所有日常都是围绕着两岸单打双不打的规律而安排。由于我们这个金门啊外岛的生活条件真的很差，又打仗啊，那生活真的不太容易。那爷爷就带着6名的子女离乡背井，就到了台湾找工作做，都是一个非常艰辛还有很心酸的一个历程，应该这一辈子都很难忘。我觉得这次的宣言只能说这个老一辈的金门人都是苦尽甘来，不会有人想要再让他们的后代子孙再来一次上这个战场。那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应该也没有意愿上战场打仗。实际上，前几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金门也一度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枢纽，不仅见证两岸破冰协商，更是历史性实现小三通。但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台海局势风高浪急。曾经经历21年有炮火之苦的金门，也非常担心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会再次丧失。我们上一代、上一代牺牲的太可怜了，啊，我们这一代只要我们还有选择，我们希望我们和平化，而且要求和平，谁也不可啊！我们要战争，我们不要战争啊，因为战争可怕，你懂吗？啊，现在好不容易说两岸可以和平化，金门我们要非军事化，我们是非义正辞严的，我们就是不要再变成一个战地了嘛，就是不愿意嘛。事实上，根据台湾佛光大学民意中心民调结果显示，金门地区近80%民意主张金门作为非战和平区。如果能将金门列为非军事区，许多两岸和平的议题可以由此展开。其实金门是解决两岸纷争一个很好的示范地点。这个地方可以处理得好，才有办法去处理两岸。也有岛内评论指出，台湾其他县市也可以群起效仿金门议员类似做法，提倡本县市为永久非军事区，避免受到军事打击。包括我们金门有一部分绿营的所以才要县议员嘛，他觉得我们这个主张是对的，我们这共识度是很高的。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那金门有关方面发表宣言倡议，那正是这种民意的具体体现。而外界也关注到，除了倡议让金门成为永久非军事区，这次宣言还表示要强力推动夏金跨海大桥早日兴建。其实早在2008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就曾经要求时任行政部门负责人刘兆玄将夏金跨海大桥列为金门中长期经济建设计划之一，当时一度引发争议。不过有民调显示，金门61.9%的居民认为应该兴建连接厦门的跨海大桥。其实相对于岛内其他县市而言，金门的情况非常特殊，较难与台湾本岛资源进行整合，也难以自给自足，90%以上物资需要从其他地方供应，水电供应严重不足，而这些都是岛内没法立即解决的基本问题，只能依托于大陆的支持。其中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就是重要例证。目前来自福建的供水占金门居民及工业需水量的73%，还曾帮助金门县战胜了5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我想全金门县民的话，按照常理，都希望金门能够除了永久免于这个军事区外，最期待的，其实已经期待好多年了，就是金厦大桥真的能够做成。那以后开车就可以直通到厦门。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不管是观光或者是经济贸易这些等等，我觉得都是加分。因为这个蔡英文政府的政治因素，金门高粱酒的价钱就没有以前的漂亮。那么现在关闭了小三通，那就更不要说了。事实上，对于两岸陆路交通的建设，国家早有规划。2019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的新四通政策主张。台海通道研究建设正是两岸早日实现应通尽通的应有之义。在2013年，习总呢又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战略的布局，高层呢也在探索如何怎么样让台湾来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的一个大格局里面。所以这个经夏互联互通目前是最现实需求，也是最可能性的。我们直接通到台湾本岛，目前还不能做到，但是金门有强烈的要求啊，这个马祖也可以很快的，我们可以通过去。所以戎马通桥、下金通桥的工程技术方案都在加紧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工程设计。其实，金门县县长杨振武早就透露，金门约14万人涉及，家庭户数约4万多户，但金门人在厦门购买的房地产大约有2万多套。由此就可以看出，金厦已经具备形成共同生活圈的基础，完全可以为学者设想的台湾海峡大辖区设想先行先试。因此，吴成典就呼吁台当局应该主动从金门全面撤军，将留守在岛上的3000多名驻军全部撤走，以示诚意。同时还呼吁大陆将厦门的地铁线路延伸至金门，共建厦金双子城，实现融合发展再升级。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桥对我们最有用，是海底隧道对我们最有用，地铁捷运对我们最有用。那有地铁之后，它是一个有轨的这个运行。我们从金门不管哪一个角落，随时到厦门去，5分钟10分钟就到了。假设金门跟厦门变成一个生活圈，可以互相包容啊，可以互相结合啊，变成中国的双子城啊。我们下一代的中国人，下2代的中国人，一定会给我们竖大拇指啊。他去大陆经商啊，他可以透过金门啊，跟厦门啊，跟福建省啊，跟广大的这个祖国大陆啊，那大家就可以某种结合嘛。以前到台湾来开垦的先人，也是从金门啊、澎湖啊到台湾来啊。那我现在为什么把金门跟厦门这个桥盖好啊，扩充到澎湖啊，扩充到嘉义啊，扩充到台湾啊，是不是？那这样子，这中国的这伟大的这个梦想啊，这就中国梦就可以实现了，民族就可以伟大复兴啊，两岸可以携手合作啊。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金门县早日兴建厦金跨海大桥的热切期盼，蔡当局陆委会却反应冷淡，表示目前无规划。不过，有舆论就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厦金跨海大桥仍然是当前两岸可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这座桥梁也将成为沟通两岸、促进和平的重要象征。我不相信民进党他会长期执政，他是想一党独大，现在台湾永远称霸啊，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民进党啊，他现在是靠欺骗宣传靠误导民意，靠制造两岸对立他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到一定的时候，大家会看得到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到台湾同胞就是这个长远的这个实际的利益，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是可行的，将来对台湾同胞是有利的，那我们就大大的去民众过得更苦。我们注意到，对于金门县议会发表宣言，倡议金门成为永久非军事区，有岛内网友就表示这就是不做美国棋子的宣言。对此，刘先生怎么看？金门人除了不想做美国的所谓那个棋子之外，非常重要一点，他们不想做台独的牺牲品，不想做台独的祭品。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金门人的心情我们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我们也支持金门人对和平的渴望追求。但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也不是金门人自己能决定的，实际上最终还是看台湾当局
他们愿意不愿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让那个两岸在同属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建立互信，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关系，让金门真正成为一个两岸交流的一个桥头堡。现在再来看这个非战和平区的意义，不单单是既不是像民进党一些人士、美方一些人士所想的以此斩断两岸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避战，就避免在这个地方发生冲突，它还有一个要发展的意识，就让金门有个更好的发展机遇，甚至想让金门在某种呢被整合到厦门厦金这个湾区的里面发展，海峡两岸的大湾区的发展。那至于效应嘛，大家看这个，除了金门方面强烈愿望之外，看台湾岛内的政治怎么互动，这些声音怎么会影响到台湾当局的行为。同时，通过在这一点上，台湾民众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对待金门这个问题上，他们立场是一致的。那这在某种意义成为为这两党的蓝白合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点。所以从这个可能更宏观的意义上看，提这个倡议的意义所在啊。金门的体量太小，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金门快速的发展。刚才林刚老师提的建议都非常好，金门靠自己发展是很困难的，它必须跟跟厦门、泉州、漳州、下漳泉捆绑在一起发展，这才能做大。哪一天金门的人口总量能够达到30万、50万、80万，那个时候他的声音，民进党当局就很难去漠视。金门除了发出永久非军事区的宣言，还谈到要早日新建厦金跨海大桥。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讲到了，对此啊，祖国大陆早就有安排部署，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蔡当局呢，就是不配合。那么在民进党当局不配合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有一些事情先做起来？您怎么看？在这方面，我们向前推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这次我从厦门出来之前就看到了最新的消息，厦门的第3东通道已经规划完，已经那个公可已经批复了，就准备要做第3东通道，就是从厦门的会展中心附近拉一条桥，直接到翔安机场。翔安机场现在已经地上工程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它预留了给金门的一个接口，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但现在问题确实主要是在台湾当局的阻挠上，在台湾那个整天就吵来吵去，只有立场没有是非，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但是这个议题我觉得说还是要提，你要做预先的准备。我从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厦门哪里建座桥到金门，甚至连桥墩的位置都已经选好了。一旦时机来临，我想很快就会解决金门人那个进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实际上，金门永久非军事区倡议啊，只是岛内民众向往和平、拒绝战争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挑衅红线的危险举动，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美国各种开战论呢，甚嚣尘上。那么，我想观众朋友也都非常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海的局势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会不会越来越大？如果真的擦枪走火，有没有可能触发武统的可能？刘先生，从这段时间那个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来看的话，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说，已经到了那个极限爆炸的边缘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那个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因为战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下之策，不是我们首选的方案。那么我也相信说，台湾各界也会了解，两岸之间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那个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过程当中，慢慢的缩小我们的差距，来实现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但是那个现在来看的话，也不是只有我们两岸之间，毕竟还有一个外部势力介入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那个立马募兵，还是要
做最充足的准备，才能够避免战争的发生，才能够最终赢得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前景。我们不能够把擦枪走火和武统画上等号。我们对于危机的理解，要去认识到危中有时候会有机，有可能有所谓擦枪走火，那给我们两岸关系进程带来新的一些契机。例如说，如果说真的发生擦枪走火，发生冲突风险的话，那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岛内民众对于台独风险的认知，让他们明确认识到台独是做不到的，更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啊，武力反独跟武力触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我们大家都坚持的是和平统一，尽最大力量，实现和平统一。但是两岸一旦打起来，那你说我这个打仗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外部势力给赶出台湾，或者让台湾缩回去，不再分裂，就停了吧？因为已经打起来，就后面就后果就很难预料，那可能就从武力反独、反分裂，就反干涉，就转为了以这种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这就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啊，这种可能性应该要有充分的估量，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立场上，都要有这种的思想准备。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在2月8号傍晚率团抵达北京，2月9号正式展开访问行程。刘先生，据您的观察呀，他此行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经常讲见面3分情。中国大陆涉台工作部门的领导团队最近在做了一些调整变化。那么中国国民党方面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两党合作关系，所以我认为说夏副主席这一次来大陆访问的重中之重，应该还是拜会中国大陆涉台部门的这些新的负责人，建立情感，为后面的他们所说的重点就是服务台商啊，服务台生啊，帮台湾的农渔民卖那个渔货啊，给工商界解决问题，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因为那个见了面以后，大家熟悉了，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工作的环境气氛，甚至形成更好的联系的制度。王沪宁在会见夏立言一行的时候指出，台独和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同胞的福祉背道而驰。没有谁比我们更加重视台湾同胞要和平、要安宁、要过好日子的愿望。钟先生怎么来观察王沪宁和夏立言在会见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一方面，他强调了国共两党交流的政治基础，那就是两党必须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是两党不断进行深化政治互信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支撑、作为基础，那么两党的交流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些挫折。与此同时，他还明确了两党未来去深化关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径，也就是要去增强两党以及两岸的良性的交流和互动。那就当下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优先恢复两岸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交流。只有通过人员的交流，才能够增进两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领域的交流，才能够推动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那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未来两党以及两岸的各项交流的根本性的方向，也就是未来我们祖国大陆将会以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指导，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此过程当中，也期待着国民党能够与祖国大陆相向而行。值得注意的是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夏立言此行毫无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台湾好，而且呢强调重点是卫冕台商，关注民生。可是谈两岸关系怎么可能避开政治议题呢？刘先生怎么看朱立伦的话？我们一定要了解朱立伦主席讲这个话他特定的语境，他就是在民进党抹黑抹红夏立言一行访问大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讲这段话的。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他必须向台湾社会证明，他不是为了一党之私，为了某一些政治人物的私利，也要向民进党说清楚，我不会逾越我的分寸
来侵犯你所谓的公权力的职守，我只是为了那个台湾社会好，为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为了民生问题，这样的一些话，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是政治。你说不是政治也对，你说是政治也对，因为我们经常讲说，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两岸关系的问题不可能不谈政治问题，因为实际上影响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的，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障碍的问题。那么国民党的领导人这一次代表国民党过来，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两岸关系创造一个和平、缓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更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联系管道吧。台湾《旺报》刊发社评，期待夏立言此行呢，可以为台海和平找到一条出路，为两岸关系守住，并且加上一道安全阀。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预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林先生，要守住这个安全阀，我想至少有3条。第一条，台湾方面是否确实要想，表达这种意愿，就两岸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这个意愿。我想国民党这次是做到了。第二个呢，就说你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所讲的9·2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时呢，我们近年大陆方面越来越强调的，就除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分裂、反干涉之外，还有要推进国家统一进程，至少向统一的目标有所趋近。那如果只讲和平，不讲发展，不讲两岸关系的发展，恐怕也很难真正做到起一个安全阀。当然了，这种交流它是可以起到缓解两岸的这种紧张气氛的作用。有分析称呢，蓝绿无论谁出来选，想要竞选2024，都应该对美国说不，因为美国只会将台湾推向战争，而这不符合台湾的利益。国民党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变化吗？可能有变化吗？刘先生，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看到近期以来一直在拱火，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它的危险性。今天如果台湾社会、台湾政坛哪个人被说成是美国的利益代言人，那么我想他2024都不要选了。那么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说，他的2024领导人选举，他在那个对美政策上，他一定要有所调整。所以说，跟民进党目前的这种以美谋独，配合美国演出，他一定要划清界限，要有所区隔，否则他就不会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在各界强烈呼吁和努力之下，民进党当局于2022年12月22号通过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重启小三通，却仍只是欲开还休的做半套。不仅限制开放时间，更限缩适用对象，遭舆论痛批小三通做半套，小三通3不通。所谓3不通，一是不对台商开放，二是轮渡班次稀少，三是不能即买票即走，必须提前4天订票，进行资格审查。民进党当局实施这种所谓的常态化小三通，显然是为了敷衍台湾民众。大陆像1月9日，我们这个就是台办的宋浩主任，我们见他的时候，他释出了3一嘛，经济有解禁，然后这个希望两岸直航点增加，那也这个大陆那边也提出来了嘛，透过这个航协提出来的。那台湾这边也应该考虑好，就是这个有关航点的增加，有关这个小三通的这个中转的开放，应该也要适度的提出来。民进党政府他把这个封起来之后，其实对台商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我本身在福建，那我在福建的话，其实我很依赖小三通这个模式。我们到了金门之后，因为金门飞到台湾岛内的各个机场，每天班机都很多嘛，等于说我们只要从五通码头坐船花个半个小时就到金门本岛。让我们从金门再回到台湾的话，就选择多。小三通它如果不通的话，那就让很多台商就会回到就是要回家的路就变得更远了。民心呢是希望两岸和平，两岸能够充分交流啊，所以他们是要和平、要交流、要做生意，这是呢整个呢普遍的民心。那么台当局如果顺民意、顺民心，那么你的支持度一定上升。但是你如果倒行逆施，为民意利民心，那么大失民心呢，那支持一定继续往下跌。
更为讽刺的是，台当局一面继续对小三通施加限制，对增加两岸直航航点毫无诚意，一面却盼吸引100万陆客来台。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要吸引600万旅客到台湾，其中包含100万大陆游客，引发外界质疑其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有台湾旅游业者表示，单靠现行开放的北京、上海、厦门、成都4个直航航点，运量恐怕无法支撑100万人的市场开放。台湾当局他应该考虑怎么样方便陆客来台的政策。他说的话很满，但是做的老是不满。来自台湾南投的高瑞阳4年前来到福建泉州，从事金门高粱酒的代理生意。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对于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民间交流的做法，他并不认同。他切身感受到大陆优良的营商环境，让自己能够在这里不断发光发热。其实祖国大陆对于台商，它有很多的扶持政策，我都努力的在经营这个自媒体，就是为了让台湾岛内更多人了解到说，你看我们这些台商，不管是来这边读书的也好，来创业的也好，来就业的也好，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而且是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让我们都可以在这边生根，能够在这边成家，能够在这边立业，然后能够扎根生根。有这种感受的不止高瑞阳。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做法对两岸农水产从业者也带来一定的冲击。一直以来，岛内生鲜冷藏水果出口高度仰赖大陆市场，但如今占比跌至1.7%。李志泽来自台湾屏东，如今在广东种植凤梨。对我们来讲，在大陆这边从事农业的人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伤害。只是说，可能某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取之不易，只能在当地去寻找，就是一些农产品的代替品，因为我们有些东西也是需要靠台湾那一边呢引进一些类似肥料啊，或是一些菌种类的东西。民进党他现在做的方法，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害处是有，但是没有益处。民进党到最后牺牲的全都是农民，价格也稳定不下来。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台湾朋友啊，从事农业或种植或是养殖的，都很想来大陆发展。李志则表示，鲜冷水果在运送距离上有先天限制，台湾也很难找到像大陆这么大又这么近的市场。他希望民进党能够认清现实，不要残害岛内果农。就像说之前民进党当局他们讲的就是说销日本啊、新加坡啊，其实那是不现实的，因为台湾种凤梨的人在南部种凤梨的人特别多，它的产量太过剩了，很多人很想来这里，我也会把这些人慢慢的引入到大陆这边来种植，把所有的技术引过来，把品质做好。以后呢，台湾那边呢就是新的技术可以引过来，然后这边呢就是尽量把产值做大，然后也可以外销到其他的国家去。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事情。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啊，大陆吊唁星云法师的代表团甚至无法赴台。民进党当局如此作为，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的。岛内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背后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民进党当局他不愿意去见到两岸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也包括宗教界的交流，然后特别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一些机构人员能够进行正常的互动交流，因为如此一来，那就会使得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劣势会进一步的凸显。而就星云法师这一件事情上来讲，在岛内其实引起的反应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岛内很多民众认为民进党当局阻挠我们大陆相关人士赴台吊唁星云法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大陆派团去赴台吊唁星云法师，其实只是基于对于星云法师的一种尊重。那么因为星云法师长期以来一直在两岸之间进行穿梭，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推动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大陆然后派团赴台进行吊唁，其实完全是人之常情，也是情理所在。那现在很明显是将这种政治来去干预或者去介入宗教，干预两岸的各项正常交流，这其实岛内民众也是看在眼里，其实也是记在心里的。这是我们官方人士也未尝不可在这个团里面一块过去，是吧？进行一些交流。这个就是从宗教在社会层面上交流，当时都被民进党给挡住了
从台湾的一般的老百姓来看，也觉得这有点情理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样，人家只组一个团来吊唁，即使里面有一些官方人士又怎么样？为什么也不能来了？有消息称啊，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与金门的民代在春节期间往来穿梭。国台办宣布63家台湾食品企业可以通关，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丝曙光。但是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就批评这是政治操作，把刚冒出来的火苗给摁灭了。有评论就说呢，民进党当局没有本事解决两岸的问题，倒是很会说风凉话。对此呢，刘先生怎么看？我们看到台湾在野党的一些人士，帮助台湾民众、帮助台湾的企业做一些沟通，这本来是好事。如果是一个有格局的那个执政党的话，应该乐观其成才是，而不应该那个来那个人言人语，来说一些很酸溜溜的话，这是不应该的。大陆方面对于两岸的企业的交流交往，对于两岸经贸的交往，长期也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台湾的企业在两岸经贸交流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跟问题，大陆方面一定会积极的去解决。一方面是民进党担心自己被越来越边缘化，然后他更担心的是，因为自己无法去代言，无法去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他未来就有可能被台湾的民众所抛弃。在下一次台湾的选举当中，那民进党极有可能会遭遇更大的惨败。其实进入2023年以来，两岸交流的势头还是不错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大陆今年的对台政策的着力点会有所改变？林先生。我想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关键的背景就是，我们应该可以说已经进入的后疫情时代了。因为前面一些很多东西我们想做的没办法做，确实受到疫情方面的影响啊。解除这方面制约之后，我们可以大力推动两岸交流。同时，从民进党当局方面呢，他也利用这个疫情的原因，限制了两岸很多交流。我们当局就不是放话说要开放100万的大陆游客，100万也不是很大的数目的，过去也都有过了。当然，前提是什么？那要开放两岸定点直航，是我们提出16家定点直航，他们说再考虑到什么情况、什么结果，现在还不知道啊。包括小三通方面等等，所以这就是说，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后疫情时代到来会让民进党减少他们这些借口，你不得不面对这股民意。你不能再说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们不要交流了。两岸各界的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那个经济啊、文化啊、教育啊、人员往来这一块，应该来说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只会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的台湾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更加便利。那么两岸中国人来共同来赚全世界的钱。2月6号，金门有关方面发布永久非军事区等4大宣言，主张两岸和平发展，远离战争，强力推动金厦跨海大桥早日兴建，营造金厦特区生活圈，带动金门经济发展契机。对此，不少大陆网友都点赞金门人有智慧、有魄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动情地表示，对于金门乡亲有关金门建设、发展及厦金合作的呼声，我们听到了，也愿意尽可能提供协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汇聚力量，排除干扰，让交流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让两岸同胞的日子越过越好。